好，首先我们还是调一个底色啊。我们每次在示范这个花瓣、解析这个花瓣的时候，我们也调一个底色在这里。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调这个底色。好，太白加3绿，然后加水把它调和。哇，这个3绿挤的太多了一点点啊。所以说我们的3绿要放在碟子的边上，不要直接放进去。放进去的话，一下子太多了。你看我挤了这么大一坨出来。所以放在这个碟子边上，然后慢慢往里调，没有一个多少的比例啊，就是你把这个可以深一点，可以浅一点都没有关系啊，都没有关系。深一点有深一点的这种感觉，浅一点有浅一点的这种感觉。所以说画牡丹花的时候，你们也是一样，也不需要求说跟我的颜色一模一样，只要你们调出来的颜色它均匀好看就可以了，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。好，慢慢调，把这个底色一样的要调均匀啊，底色要调得很均匀。好，把底色调好之后，底色一定要调匀哈。底色调好之后，我们再准备一下这个颜料哈。这个颜料我们今天现在只是给大家示范这个花瓣，所以大家不需要记我用的是什么颜色。就是盘子里有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，我们只是来示范这个花瓣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调这个朱砂，把朱砂作为基础色，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我们调色的时候，当我们每一次调色的时候，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都是把第一个颜色。其实第一个颜色都是调到这个笔的1/2的地方，因为一定要调上来，不调上来，这个上面都是白的，上面是白的，你画的时候，这个花瓣它这个颜色它就不饱满，它上面就太白了，下面就太红了，颜色就不饱满。所以我们第一个颜色一定要晕到这个1/2的地方哈。你们调的时候要慢慢调，一直慢慢这样子，一直慢慢的调。这个笔肚是要像这样子斜下来哈。这样斜着调，不要竖着哈，不要太竖高了，太竖高了你只能调到笔尖上，你调不到笔肚上来，所以你要睡在这个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，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调啊。好，你看这个笔肚上虽然说很浅的一层，它从这个笔尖一直到了这个笔肚的1/2，很浅的。一定要有颜色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放上来啊，晕上来，调上来，然后我再调其他的颜色。调其他颜色的时候，一般第二个颜色我们就调到1/3的地方就可以了。第二个颜色我们一般是调到1/3的地方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如果有再多的颜色，其实这个盘子里是我今天想画了个2乔的颜色，所以我现在就讲这个花瓣就直接用这个颜色了，直接用这个颜色。这里是牡丹红，本身我们现在如果说用曙红吧，我挤一点曙红出来。给大家示范花瓣的时候，让它红一点，明显一点，大家看得清楚一点。然后我们在笔尖蘸一点这个曙红，这个颜色是慢慢由深到浅哈，这样子慢慢由深到浅的过渡，一定每一种颜色都要均匀的过渡，啊。好，我们来示范这个花瓣。好，我们通常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画这个常规型，还有这个塔式的，还有这个包菜型的，都是画的这种正反瓣的组合。所以这个花瓣是最常用的，所以现在我们今天给你们示范这个最常用的这个花瓣。最常用这个花瓣，我们最开始画一般它的是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。那画这个花瓣的时候，我们一般3笔画成，你看这样子3笔画成，第一笔这样子画过来。第二笔就点一下，第3笔也是点一下，这个可以推一下，往这边推一下，然后这笔点一下，这笔点一下，只是一点哈，这里可以不用推。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什么？注意变化，就是这边你看这1、2、3哈，这个第一笔，第二笔，第3笔，那么这2笔
第2笔和第3笔要有变化，要有大小的变化。这2笔尽量避免它两边是一样的，我们要有变化，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，先补充一点这个大红，然后补一点这个玫瑰红，颜色一定要调匀啊。笔尖再蘸一点这个曙红，一定要调匀，均匀的过渡。好，这个是背面朝母的这个反半，那我们再画一下其他方向的啊，其他朝向的，朝这个右边的，这样子往上推一笔，然后这边点一笔，然后这边再点一笔，点的时候两边都要不一样哈，这边是往这一推，然后这边是点，这边也是点，我们要点的不一样，两笔要点的不一样，让它有区别。啊，让它有区别，1、2、3，三笔。这个其实我们画叶子的话也是这样子啊，3笔成一片叶子。这个花瓣也是很多地方像这种不管是正瓣呀、反瓣呐，像这种正对着我们的这种正瓣、反瓣，它都可以3笔成。当然我们画了个反瓣呀、侧瓣的那些就不一样了。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。现在用什么颜色不重要，因为现在不是画的作品，是给大家示范这个花瓣，给大家示范花瓣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画一个朝这个右边的一样的，我们可以推一笔，然后两边点一笔，两边点啊，可以这样子点，不用说把它画的很规矩很圆。那我们刚刚是这样子怎么推过来的？往这里推过来，然后这里点一笔，这里点一笔。啊，这样子就是3笔成一个这种背面朝母的反瓣，这个也可以，这种花瓣也可以。假如说我们的这手掌是一个花瓣哈，花瓣是不是这样欧起来的？是不是这样欧起来的？这个花瓣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背面看这个花瓣，就是这个花瓣啊，就是这个花瓣，背面朝母的这个花瓣。好，这个是背面朝母的这个反瓣。那我们再画一下各种朝向的好不好？这个反瓣。因为这个瓣的话我们非常常用，调色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哈，调色一定要调均匀。来，我们再画一下这个朝下面的哈，也是一样，推过来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好吧？是不是这样子推过来？推一笔，点一笔，点一笔，一边一笔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画的时候，这个边缘已经没有水分了，那么我们加一点这个底色。好，没有这个笔上，你看画的这样子哈，这个笔是不是已经这个毛都刺开了，毛散开了，毛都已经散开，说明它笔上干了。然后你画的时候有点画不动了，边缘都有一点长毛了，所以说就干了，笔上就这样子，笔就干了。干了，我们用这个笔肚去沾这个底色。把这个笔尖留出来，笔尖有颜色的地方在这个碟子的外面，不要把这个颜色沾到这个底色了。这个底色通常是我们这幅画画完了之后，这个底色还是干净的才是最好的。好，用这个笔肚去沾这个底色，蘸完之后我们放在一边，然后继续调颜色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还是一样，把这个珠标哈，珠标调一点到笔的这个1/2的地方。然后再调一下这个牡丹红，这个是玫瑰红哈，这个是玫瑰红。调玫瑰红到笔的1/3的地方，然后笔尖再调一点点这个曙红，笔尖调一点曙红，我们可以开始画。好，我们画这个，再画一个朝下的啊，好，一样的这样子推过来一笔，然后一边点一笔。一边点一笔，那你看这一个花瓣，它又跟这些又有变化啊，又有变化，让这个两边有不同，让整个花瓣不要显得太圆，我们避免太圆。我们一样画的时候，一样是这样子推过来，然后点一笔，点一笔。
我们再画一个正朝这个右边的，好不好？正朝这个是左边，左边。好，一样的按下去，推过来，推过来，是吧？这样子推一笔，然后这边点一笔，这边再点一笔。好，这样子也是一个花瓣。好，一样的是这样子推哈，这样子推，往哪边推都可以啊，你可以往这边推，也可以往那边推，都可以哈，都可以推点点啊，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花瓣。好，我们继续再画其他样子的花瓣，然后现在笔上又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又来沾底色了。然后这个花瓣，我们现在画的这个花瓣就是正面对我们的这个背面，正朝着我们这个背面的花瓣。然后这个两侧的花瓣，我们现在画两侧的花瓣啊。我们先画这两边的这个花瓣，两边这个花瓣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怎么下笔？我们可以3笔组成啊，一笔推过去小一点，然后再来一笔，再推过去大一点。然后后面再来一笔，3笔，这样子3笔来组成这个两边这个侧面的这一朵花侧面的这个花瓣。我们今天就用的这个珠标，还有玫瑰红、曙红胭脂。珠标、玫瑰红、曙红胭脂也是给大家写一下啊。其实不重要，我今天用什么颜色，因为主要是花瓣的画法啊。珠标、玫红、曙红胭脂。好，我们再继续来画这个侧面这个花瓣，继续补充一点颜色，笔肚上补充一点颜色，然后笔尖沾一点这个曙红，沾一点这个深色的。好，我们再画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，再画一个这一边的，朝这一边的，好吧？轻轻的推过来一小笔，然后我们再重重的推过来一大笔。好，后面再来一笔。这样子3笔组成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，就是一朵花两边的这个花瓣啊。两边这个花瓣，你看一下我这个2个花瓣有什么区别？2个花瓣的调色有没有问题？可以看一下，这个调色就非常好。这个我们画的时候这样子哈，推过来，轻轻的推过来一笔，这样子大一点，重重的推过来一笔，然后这个小小的一笔，3笔来组成的啊，3笔来组成这个也是一样哈，推过来，推过来，然后推过来，然后这2个花瓣其实这一个调色调的不是很好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很多人会犯的这个问题，很多人会犯的这个问题就是，这个地方下面太深了，这里太白了，这个2个过渡太明显了。你看这一个花瓣它就很自然，由深到浅，很自然的过渡，但是这个呢，是不是？这里好像有个分界线，这里比较深，这里比较浅，这样子这就是我刚刚调色也没有调匀，也没有调到位，所以在你们调色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匀。好，调色啊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。好，这个侧面的花瓣我们再来示范一下。好，小一点推过来，然后再重一点推过来，然后再轻轻的再来一笔，3笔组成啊，3笔组成。那其实我们可以一笔画完这个花瓣，怎么样？一笔画完。那一笔画完，那示范一下，轻轻的推过来，再重重的推过来，然后再往后推一下，这个是不是一笔就可以画出这个花瓣？
当然一笔画的话，跟这个形状稍微的变化少一点点。当然我们画熟了，通常可以一笔这样子画。当然它这个一样的有这个大小，有这个变化啊。第一笔小啊，中间一笔大，后面这一笔再小一点，让它有这种弧度，有这种变化。我们一定画的话，一定要画这个变化出来。好，我们再补充一点颜色，好，我们这个是侧面的花瓣，那还有一个侧瓣啊，这个是稍微大一点的侧瓣。大一点的侧瓣是什么意思？假如说我们这个手掌是一个花瓣，花瓣是欧起来的啊，那这个花瓣它就是多一点，这个侧面很多啊，这个可能正面的只露出一点点。那我们再画一个侧瓣，就是这个侧面的只看到一点点了，然后大部分露出这个正面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个这个更加小一点的这个侧瓣，我们画的时候可以带点钩啊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稍微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推一下，这样子推一个这种侧面的花瓣。你看这个花瓣是不是？因为花瓣根部这样子长出来，它都会有一点，你们仔细去观察这个花瓣。观察这个一颗颗的这个花瓣，这样子它会有一点沟，它这样子长出来会有一点沟，这样子会比较有姿态一点。好，再加一点颜色。再来多画几个哈，各种朝向都画下来。笔尖带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一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推一下啊。哎，这样子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。再来多画几个哈，好，带点笔尖要有深色哈，颜色还是由深到浅的过渡啊。有什么？笔尖带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稍微重一点按下去，再往后推一点哈。你这个可以拖长一点哈，还可以拖长一点。好，这个是这个侧面的花瓣，来再示范一下。往这边的还是一样，带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点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拖一下啊，这样子拖一个这个小侧瓣，啊。这个侧瓣上我们要加上这个正瓣，怎么加？好，这个是侧瓣啊，这个是好。我们现在这个笔上有点干了，我们再用这个笔肚来蘸一点底色，直接用笔肚蘸笔尖，这个有颜色的地方是露出这个碟子哈，不要把这个碟子里的底色弄脏了，不要把笔尖放进去了，这个底色是弄脏了的。我们要画完整个花，整朵花的画完之后，我们这个底色还是干净的才好，知道吧？好，我们用笔肚蘸一点底色，蘸完之后，每一次整个调色的过程，中间补色的时候，我不会在这里跟你们讲，但是每一次补完底色之后，整个调色过程都会给大家讲，大家注意，新朋友注意听一下哈。首先我们用的是这4种颜色啊，4种颜色。首先我们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1/2哈，记得哈，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1/2都要慢慢的调上来哈，慢慢的晕上来，把这个笔睡在这个盘子里调哈，不要太竖了，竖着调你就调不上来，要把它睡在盘子里调，而且一边调，我们这个手要一边转动，把这个笔360度都蘸满这个颜色，好不好？
好，均匀的调上来哈，一定要调均匀，颜色要调均匀，我们画出的这个花瓣它才会好看，才会灵动。玫瑰红，把玫瑰红我们可以调到笔的1/2，也可以调到1/3，都没有关系哈。你调深一点，调多一点，它这个颜色就更深一点；调少一点，它就浅一点，关系不大。没有说一定要求说你要调到哪里，反正你就调到1/2、1/3都可以哈，不重要，没关系。你调上一点，它的颜色更加饱满，更加鲜艳一些。好。笔尖再调一点点这个曙红，笔尖再调一点点这个曙红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画了。如果你要再深一点，你可以笔尖蘸一丁点这个胭脂啊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把这个反瓣里面的这正瓣补齐。这个反瓣不是这一块吗？假如说我们这个手掌是这个滑板是这一块，那这边还露出了一些这个正瓣。那正瓣我们先开始补这个中间的这一笔，从这个缺口这里来。补过来一笔，然后这边再来一笔，好，这边我们可以再点一笔，好，这样子这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，一个正反瓣完整的。其实它还不完整哈，真正我们要补的时候，它根部还要来一点，这样子更完整哈，根部还要来一点深的。当然一定要跟这个颜色有区别，如果没有区别，你两种颜色混合在一起，你就看不出来了。所以颜色一定要有区别，要深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些切口里面可以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这些褶皱的这种感觉，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了。我们像有一些时候，我们这个放进去的这个弯度的这个地方可以点一下，这种缺口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补一下这一个哈，首先补充一点颜色，好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哈，再来补充一点底色。补充底色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子哈，就用这个笔根这里稍微的沾到一点点就可以了。稍微沾一下就可以，而且你不要停留太久，到时候你这个水分就全部沾满了。因为这个是毛的羊毫、尖毫，它吸水性很大的，它一沾下去它会吸到很多，所以轻轻的点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再转一下哈，那就沾太多水分了，那你画的时候这个水就掉到这个纸面上了。好，还是一样调色，把这个珠标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到1/3的地方，一定要调匀哈，颜色调匀是画这个花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一点。把颜色调好了，你即使不会组织这个花瓣，你把它大型画出来了，你这朵花都会显得很漂亮。所以调色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好，我们再画有一些这种碎瓣，在我们画一朵花中，像有一些缺口哈，像有一些缺口的地方有一些碎瓣，那碎瓣我们就这样子去点一下就可以了哈，或者是这样子点一下，或者是点2笔，或者是点3笔，或者点多几笔，这种碎瓣啊，这个我们画这朵花经常会有这种碎瓣啊，经常会要画出这种碎瓣，有大小的这种碎瓣的这种组合，就直接这样子用笔去点，直接点出来它都很好看，看到没有？直接点出来这种花瓣它都会很好看，看到没有？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，只要你把颜色调匀了，你怎么去点这个花瓣它都非常美，非常好看。好，我们来继续来画花瓣，继续来示范花瓣。好，补充一点颜色。我们当没有蘸底色的时候，我们去补充颜色，可以前面这个颜色可以不用补充，就补后面这2个颜色都可以了，就补后面这个2个颜色，或者是后面的1个颜色都可以，不用全部颜色。中途补颜色的时候，不用3个颜色全部都补。
好，我们再画一下这个大花瓣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用的一些小花瓣，正反瓣的小花瓣。那我们每一朵花里面都会有一些大花瓣，那个大花瓣我们怎么画？大花瓣我们颜色一定要调饱满，一定要调饱满。然后我们一样的用推的方式，有几种方法画这个大花瓣，我们可以用这样子，像画那个反瓣一样子，推过去，推一笔，然后再推一笔。往上推，往上推，推一个很大的这个花瓣，好，两边可以再点一下，这样子这个花瓣是不是很大？而且这个这样子一笔一笔的推，它会有这种不规则，我们要推出这种不规则这种缺口来，不要避免都是一样的，每个缺口都是一样大，每一笔都是一样大，我们要每一笔都要有变化。有这种你看一笔大一笔小，一笔大一笔小，这样子的这种变化，这样子推出来，这个花瓣它才会自然，它才会好看，它才会灵动哈，它才会灵动。然后我们基本上画一个大花瓣，我们这个笔肚上这个底色就干了，干了我们又要沾一点底色了。还是一样哈，还是一样用。你看我们画完这么多，我们这个盘子里没有一点红色的，还是干净的，所以家人们。笔尖要朝外面，用笔肚去轻轻的沾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首先还是一样把这个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调玫瑰红现在也可以调到1/2的地方，可以调上一点，因为我们画这个大花瓣，把颜色调上一点哈，调上一点，调上一点。这个颜色每一次说调到哪里都不重要。假如说你画大花瓣的时候，你就调上一点；小花瓣你就调下一点，你自己。看你画的这个花瓣有多大，看着你画的这个花有多大，自己慢慢的去从中间找规律，好不好？没有一定，不要说我调到哪里你就一定调到哪里，你要看你那朵花是多大，你要画的花瓣是多大，我们要灵活运用，好不好？要灵活运用啊。好，我们画这个大花瓣，可以把颜色往上调一些，调晕上一些，调上一些。每一种颜色都调饱满一些，调多一点。好，画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蘸一点胭脂哦，蘸点胭脂。还有我们这个大花瓣也可以像这样子点这个碎瓣一样的去点哈，像点碎瓣一样的点，也可以像点碎瓣一样的点。那我们点很多，点很多，点很多，它是不是点多了就成了面了？点多了是不是成了面？所以你这样子一笔笔的点出来，它也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大花瓣。点完之后，像这个缺口太明显，我们可以再补一下，把后面这个缺口可以补一下。你看点完之后，你看这种有一些花瓣它就是这样子比较碎哈，边缘比较碎，这样点出来就点出这种非常碎的这种感觉来。这种花瓣它也很好看，因为牡丹花那么多种类，所以每一种花瓣它都是有的，所以我们画的时候注意要有这个变化，要去这个共同性。艺术它就是用这个笔墨进行这个夸张、提炼还有概括的一个过程啊，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在写生中要注意的几点。我们写生的时候就是这个物象在这里，你们要去掉它的共同性，要从它的这个花里面去提炼出你们想要的东西，然后进行艺术的加工，让它变得漂亮，然后它就成了一幅作品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画一个大花瓣，我们这个底色又没有了，我们又得蘸一点底色了。好，我们没有底色，蘸一点底色。我们调色的时候，首先我们现在画大花瓣可以调上一点哈，画大花瓣可以把这个桌标调到2/3的了，可以调到2/3的地方，可以调到这个笔肚这里来了。因为大花瓣的颜色它会要更加饱满一些，因为花瓣比较大，可能要把这个笔肚按下去画，才能画出这个花瓣的这个大的这种感觉来。好，要调上一点，还要调上一些啊，基本上要调到，所以我们要用这支大笔来画这个牡丹花，它既可以小也可以大，很灵活的去运用。我调到2/3的地方。好，我们这个玫瑰红可以调到，也可以调到2/3，慢慢印到2/3，或者是
1/2都可以，看你想表现的什么颜色。就是要灵活运用，不要一定的跟我一模一样。我一直说的，我教大家画这个花，也是教大家去自己怎么去画，而不是教你按照我的方法一笔笔的去画，而是教会你们，让你们知道怎么去写生，怎么自己去画，教会你们的方法。好，我们再画这个另外一种的这个大花瓣，另外一种大花瓣。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大花瓣有一些这种翻展过来的这种大花瓣，我们一样的可以像画这个侧瓣一样带一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重的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下。这个就跟那个画这个反瓣是一样的方法啊，画反瓣一样的方法。你看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，它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？它翻展过来了，最后它的这个大花瓣，它从后面翻展过来了。好，这样子一个花瓣。好，你看画一个大花瓣，这个笔上的颜色就用的没有了。那我们又要蘸底色了，轻轻的蘸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补充颜色。珠标调到2/3，玫瑰红调到1/2，然后笔尖再蘸一点点这种曙红，笔尖调一点曙红，蘸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下这个大花瓣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个这一边的哈，带一点钩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重一点的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后拖一点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就是一个这个翻展过来的这个大反瓣，翻展过来的这个大反瓣哈，这个是底下我们通常会用的这个大花瓣里面会有这样子的花瓣。好，这个大花瓣还有一种形式。那我们2个花瓣组成一个花瓣，我们先从笔尖也蘸一点胭脂啊，从这个根部来画下来一笔，然后再蘸一点颜色啊，再来一笔啊，2笔来组成一个大花瓣，它也是一样。最开始我们这个花最开始开的这个花瓣，它会有点卷起来，它感觉中间会有一些这种褶皱的这种感觉哈。这个花瓣的话有2种画法，这个花瓣可以从根部画，也可以从这个花瓣的这个边缘开始画。好，我们画又没有这个底色又没有了，再蘸一下，然后再补充颜色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外边往里画，我们也可以带一点钩哈，带一点这个动作啊，往里画长一点啊，可以画长一点，带一点动作啊。好，还是一样的2笔来组成的一个大花瓣，这个一个大花瓣也是翻展过来的这种大花瓣。好，我们这一个花瓣就把这个笔上的颜色都用完了啊。再补充一些颜色，再来示范一个这个大花瓣和大花瓣叠加的时候，那我们先推出一些这种大花瓣啊，它底下这种大花瓣，那我们这个大花瓣后面再有一层花瓣的时候，笔尖一定还是要有一点深色啊，笔尖要有一点点深色，笔尖补充一点点哈，这个曙红。好，我们从这个外面再来补一层，再补一层的时候，我们避免2层一样大哈，要有大小的这种变化，我们一样的这样子推，不要一下子推过来，它太圆了，这个边缘会太圆了，不好看。所以我们要
一笔一笔的，中间可以有一些这种点的，有一些点的，又有一些推的，有一些点的，又有一些推的，这样子来，这个花瓣它才会有变化，才会好看。这样子，好，我们中间可以来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是2层花瓣，2层这个大花瓣，这样子去组合的时候，叠加起来的时候要有变化，中间可以有一些这种回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这种褶皱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是2层花瓣叠加的时候。今天这个花瓣我们就示范这么多。